欢的。喜欢就好。来，给你倒上。小二，哎，来，2两牛肉。哎，好嘞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呢？给您催去了啊。赶紧偷快点。懒的家伙，哎，好，还不快上来！快帮我们催一下。哎，来喽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？哟，客官，您来了，您来了，您来我们4平酒楼吃饭，那真是来对地方了。我们的酒菜啊，连京城的大爷们都说好。哎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我们这儿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鹅。给您老人家献丑了啊！不过我能从一个跑堂的当上掌柜，靠的就是认真2字。客官，您有什么想吃的？还是我让后厨看着搭配？客官，您可听说过莫居人的名号？销声匿迹啊，也快10年了，留下妻女守着偌大产业，不知有多少人眼馋呢。果然是他。哟，那我让后厨给您搭配来啊。哦，二狗算是明白了，您不是来吃菜的，您是来打听事儿的。客官，您尽管问，就这一带没有二狗不知道的事儿。我记得以前这里好像是莫府啊，怎么换了人家了？客官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嘉园城和兰州早就没有莫府了。他们老爷子不在了以后啊，是每况愈下，还得罪了原来颇有交情的五色门，一夜之间就被人给灭了，那就一个惨呢。后来这五色门也突然举家迁移了，说是投了京城的贵人。这莫府还有人吗？没了，莫夫人还有府里的人们，都被那些狗贼给害了。这后事啊，还是我们这些街坊偷偷给办的。哦，死者为大，掌柜的仗义。哎呦，谢谢。掌柜的，此屋看起来颇有古意，可有什么说法吗？哦，您不提我都快忘了，这是我当年在莫府收练的时候捡到的，后来还给朝奉的掌过眼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当成风铃挂在这儿。实不相瞒，这莫府当年跟我有些渊源，没想到有些年没有走动，却已是物是人非。不知掌柜的可否将此物割爱于我，也算留个念想了。客官，这可使不得。当年我二狗和兄弟们没少受莫家夫人和小姐的照顾。再说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物件，您与莫府有旧，理当相赠于您，这哪还能收钱呢？哎，客官，不过您接下来呢，若是还想在嘉园城多待些时日，不如来小店尝尝手艺，也算给二狗几分薄面了。小子们，都麻利点，快给贵客上茶。来了，马上。此符有清净驱邪之效，切勿截取。好人自有福报，切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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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0几年容颜不变，还真是遇到仙人了。哎，对呀，那以后咱们4平酒楼就改名叫玉仙楼。前2天我去做衣服，看到他们上
上了新款的料子，可好看了。哎，就在那边，正好我也想做几套。那个料子的颜色啊，特别清雅。我当时试了一下，皮肤好。来了。就在莫府被袭击的前几个月，有一天，曲魂突然像是不认识我们了，一直向着家园城附近的山里跑去。我带着你给的铃铛去追他，但只要我一靠近，他就远远地跑开。曲魂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我的铁锹打好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稍等啊。来，手艺不错呀。多少钱？9文钱。来，慢走啊。那是曲魂，怎么他身上有炼气期5、6层的灵气波动？难道他恢复神智了？爹爹，哎，娘让你回去吃饭。好，回家。今天乖不乖啊？今天可乖了，娘姐还夸我了。爹爹，我棒不棒呀？真棒！是吧？谢谢娘姐。夫人也多吃点。好。哎呀，还是夫人的手艺好啊。多吃点啊。娘，没事，孩子，吃吧啊。阁下倒是挺入戏。为何占了这躯体？这跟你没关系。走，夹在你这里。这身体不属于你，给我滚出来！都要赎罪。在下数月前在和仇家的争斗中受伤，行动不便，在处死下策，不得已控制此身体的。哦，数月前，你是哪派的修士？在下来自灵兽山，阁下莫非也是七派的修士？原来是灵兽山的道友啊！不知道贵派的中无师侄可还好啊？原来阁下也认识中无师兄，那就好了，都是熟人。是啊，
都是熟人。可惜钟无这叛徒，在1年前就已被逐出灵兽山了。我自不会伤害他们的。你可以开口了。在下其实是天都国玉灵宗修士。魔道六宗。正是。在下数年之前，在此地附近的山中与人斗法，却为那人所伤，身体毁坏，仓促之下只得元神出窍。正在绝望之际，发现了这具没有元神的躯壳。元神入体后，修为大减。为了躲避那强敌，我只得扮装成普通人，在城里开了个铁匠铺，维持生计。后来，与城中百姓越混越熟，竟有人要给我介绍亲事，然后，他们就成了我的妻子和孩子。怎么好像我才是恶人？在你占了这躯体后，就没有想过回去？我们魔道讲究的是弱肉强食，如今我修为大减，回去后十有八九会被那些师兄弟们下毒手。何况现在的生活很平静，我又何必回去大生大死？平静？魔道六宗已占领虚国，这儿的平静又能维持到几时？占领？怎么可能？你似乎不是一般魔道修士，说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不管我以前是何身份，现在都过去了，道友又何必咄咄逼人？听我一句劝，七派败局已定，道友还是早做打算，莫要枉送了性命。此人看来知道一些内幕，我且再炸他一仗。如今战局僵持，七派上下同气连枝，共抗魔道，胜败之说，未免有些言之过早。七派六宗本就渊源颇深，修道之人最是自私，背后捅刀，乃是家常便饭。你口中铜墙铁壁一般的七派阵营，早就不知道被我们渗透成什么样子了。实不相瞒，这灵兽山就是我玉灵宗在此的内应。此战，魔道六宗必胜。休要危言耸听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，去报信？道友不必诈我了，我观道友比起七派的忠犬，更像个亡命之徒。哼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道友若放我一马，我可以将之前的藏身之处告知道友，法器灵石，道友可自行取用。反正那些身外之物，这具身躯也是用不了。哦，你会有这么好心？哼，道友真是心思深沉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除了法器灵石，还有本宗和灵兽山来往的御简书信，也都一并交了道友吧。道友真是心思深沉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除了法器灵石，还有本宗和灵兽山来往的御简书信，也都一并交了道友吧。若是所得之物
不合道友心意，可尽管将在下击毙于此，在下绝无怨言。只是，还请道友放过他们母子。他们都是普通凡人，并无作恶。此事多有古怪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东西在什么地方？就在此处了。道友若是不放心，在下可与你同去。道友看来很着急嘛，那就请在此稍待片刻吧。多半有陷阱，带着他反而是个威胁，加倍小心吧。如此拙劣的陷阱，未免太瞧不起人了。去。
子母刃，这次可亏大了，不是4阶巅峰，就是5阶。这可是能抗衡结丹期修士的妖物，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被追上。用血灵钻攻着孽畜的下腹。这次真是侥幸，差点就没命了。这里离家园城不远。这么厉害的妖兽，不可能是野生的，十有八九是御灵宗内人的灵兽。筑基期的修士没有能力豢养它，难道此人竟是结丹期修士？可恶！貌似找回来的袋子，居然是空的。好，你修为减弱，控制不了妖兽，却故意设下圈套害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阁下果非常人，竟有法宝傍身。你没死！
先提升到筑基中期。看来这就是你的本命法宝了。绿黄，好东西，可惜已被此人滴血认主，得等到结丹后破除禁制才能用了。金背妖狼都杀不死你，我今日栽在你手里，不亏。阁下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本以为能大隐于世，再恢复上个几年，就能完全掌握这具身躯，不再被本命法器辖制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找上门来，当真是造化弄人。此二人本是本座用来遮掩身份、用之极其的道具。道友就不要为难他们了。为难他们的，其实在下。你应该知道，你身具煞气，他们与你相处日久，生机流逝，恐怕都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又何尝不知？今生的功力都在这碎丹里。化为灵力传于他们，自可不及其血，可保延年益寿。道友，在你这里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孰真孰假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贫道半生凶恶，我将临了所做的最后一件事，竟是为了2个凡人，当真是入戏太深了，可笑，可笑。贫道半生凶恶，我将临了所做的最后一件事，竟是为了2个凡人，当真是入戏太深了，可笑，可笑。道友，可否近前说话？事已至此，在下金丹一碎，元神也即将消散，就不必用什么炼魂之说来威胁了。答应你的东西都在我本体身上，道友自去取了便是。这次是真的没有陷阱了。有劳道友了。
世间为我奉我者繁多，敬我爱我者却仅此2人。人生在世，真真假假，善恶终有尽处。这着了相的痴人庸人，又怎会少了我这一个？就当做了一场梦，醒来后就全忘了。我叫张铁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韩立。我练了象甲功，看谁还敢欺负我！张铁啊张铁，你能被此人附身，证明你也身具灵根。可惜，偏偏没有长春宫对应的木灵根。如此巧合，当真是造化弄人。从今往后，你就跟着我吧。颠倒五行阵，从未让人失望。这是玉灵宗那人的遗骸，看来那人真的伤势太重，根本来不及另外收拾储物袋。居然还有活着的虫卵，他们生命力真顽强。玉灵宗果然有点东西。啊，找到了！天下奇虫，血雨蜘蛛，108位；金背妖狼73位。什么呀？排名都那么高后，这不是看不起人吗？如何培育与驱使？算了，有空再研究。灵兽山与玉灵宗的往来信件。
你的主人都不在了，你也该不安息吧？毁我法器的账，就用你身上的材料来抵了。去混，到时候我也给你做个厉害的。多耗你一会儿，反正临时有的是，正好可以试试新得的福宝。 07，师姐，你怎么还亲自出手对付那些喽啰呀？我最近总是心绪不宁的。此番魔道大举增兵，连筑基期修士都派出来当斥候，如此不惜血本，想必是要有大动作了。师姐。 清虚门和灵兽山的援军已到，我们回去吧。可恶，那个人到底把轩儿带到哪里去了？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韩立小子，给我在黄风谷安分待着，不要再生出些事端来了。真没想到，这七派联军坚持了这么久。不过，这次双方都下了本钱，也该见分晓了。稍安勿躁。我六宗筹划多年，连本座都来亲督战事，自是不会错失良机的。话说回来，你不去军中效力，整日在我这里饮酒作乐，没问题吗？ 在此受老祖熏陶，总好过去和他们打生打死。油嘴滑舌，看在你把轩儿送回来的份上，我可以许你一个愿望，说吧，是要功法还是丹药？果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老祖，晚辈确实有事相求，不过禀老祖，少主，禀老祖，您今日的客人来了。老祖恕罪，我这子侄不懂规矩，冲撞了老祖，老朽代他给老祖赔罪了。小友远道而来，自是客人，有何罪之有？此次灵兽山能弃暗投明，回归我六宗，也算是喜事一桩。来人，取些筑基期合用的丹药来，赠与小友的子侄。
禀老祖，我等已将门内那些冥顽不灵的迂腐之人肃清，正是上下一心，三军用命，只等老祖一声令下，定将剩余6派的那些土鸡瓦狗葬送在金谷园。哈哈哈，甚好。只是小友说错了一件事，请老祖示下。很快，这6派怕是又要减员了。此番投诚的，可不止你灵寿山。师父，韩立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从今以后，就要和黄风谷为敌了。韩师兄，对不起，云芝无法报答你的恩情了，请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这些书信是师弟在嘉元城寻访故人时，从无意中发现的一具玉灵宗门人尸骸上所得。兹事体大，韩立不敢耽搁，请掌门定夺。灵寿山与玉灵宗确有渊源，但临阵倒戈，也未免太过危言耸听了吧？如今战事焦灼，7派需要同心同德，方有胜算。若是中了魔道的挑拨离间，反会动摇军心，大为不利。掌门明鉴，师弟也觉得此事太过巧合，有些蹊跷。不过，以防万一，是否先对前线的门内众人示警？我要请示门内太上长老，辨别此事真伪，再做对策。我要请示门内太上长老，辨别此事真伪，再做对策。你刚回谷，一路奔波辛苦，先下去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师父现在前线御敌，此时万物生张，莫要乱了军心。韩立告退。看来，仅凭我的证词和这些信函，很难作为明证。罢了，师父和师伯都在金谷园，想办法通知他们吧。禀师父，灵寿山与玉灵宗勾结，图谋不轨，请师父万万小心。这位师兄，请将此物交给我师父李化元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务必从速。老赌狗，看看是谁来了！哎呦，你这老鬼，怎么上来就骂人啊？哎，还嫌上次输的不够多啊？不就是上次被你侥幸赢去一局，还不依不饶了，是不是？洪福道友有礼了，有礼。师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浮云道友和汉道友前来助阵，是我等之幸，怎能恶语相向？哎，师姐说的是，两位道友远道而来，辛苦了啊！哎，那谁，把我上好的启灵茶煮上一炉，用日月泉水，快去！洪福道友，此次我7派联军齐至，金谷园可谓固若金汤了。何止是固若金汤？我等难得来此，老夫说什么也得去杀几个魔道贼子，才算得上念头通的。怎能像某人一样，甘于当个缩头乌龟啊？你别被人反杀了就好啊！两位都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像孩童一般喋喋不休？汉道友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据我和化元师弟近日观察，
魔道贼子很可能近日就要策动攻势，我们准备趁他们立足未稳，提前全军出击。洪福道友此话当真？如此一来，魔道怕是要吃苦头了。哎，韩道友，你我不如和这老赌狗再赌上一局，看这次谁杀的魔道贼子多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黄风谷，师伯，站住！你这是要去哪里？禀师伯，师伯恕罪，弟子刚接到黄风谷同门的传书，是给李化元师伯的，正要送去。混账！岂可擅离职守？若是此时魔道袭来，岂不是中门大开？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去吗？师伯恕罪，现在师兄弟们都在各处巡逻，确实没有人手了。荒唐！哎，算了，老夫正好有事要与化元道友商议，你也且将这传书给我，我代为转交吧。师伯，这可是指明要交给李师伯的，恐怕不妥吧？你是谁家的弟子？竟敢如此顶撞老夫！弟子不敢。师伯恕罪，那就劳烦师伯了。哼！还挺谨慎的，加了禁制。幸亏老夫早就盯着这里了，看来要早点动手，免得走漏了风声。人事已尽，希望不要发生最坏的情况。若西派兵败，天南必将大乱，哪里还能容得像让人静心修炼的清净之所？接下来还需要准备一些结丹的药草，去马师兄那边看下吧。这百药园怎得一副破败景象？哎呀，小心点啊，慢点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！小哥哥，哦不，是韩师叔，韩师叔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韩贤师，请受我祖孙2人一拜，救命之恩，莫齿难忘。韩师叔，谢谢你为那些死去的散修们报了仇。我听执法堂的师兄说了，黑煞教这些妖人当真是死有余辜。爷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韩师叔是个除魔卫道的侠士，才不是什么心狠手黑的坏。你爷爷说的也不无道理。世间人心险恶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我这里有些炼气系巩固基础的丹药，你先拿去，就当是师叔的入门礼了。谢过韩师叔，韩师叔教训的是，孙儿一定小心谨慎，不负师叔厚望。话说，你2人如此匆忙，是要到何处去？师傅说了，最近不太平，要去云游一段，避避风头，让我和爷爷随他同去。他去收拾行李了，话说应该也快到了。韩师弟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还以为你把我这老朽给忘了。马师兄说笑了，韩立刚刚回国，还没回自己的洞府，这不就来看你了？算你有良心。哎呀，1年多未见，你都筑基中期了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师兄过誉了，当年韩立初来乍到，多亏师兄收留，还赠予丹药，
此恩，韩立一直铭记于心。不错不错，老夫没看错人。翠儿、小珍，你们先动身吧，我与你韩师叔还有话要说。是师傅。走吧。走，爷爷。韩立小子，你可别打我这小徒弟的主意啊！师兄说笑了，看来我给师兄找的这位徒弟还算入了师兄的法眼。还凑合，有点天赋，就是性子野了点儿，只能慢慢教了。师兄受累了。马师兄，你这是准备出远门？是要离开一阵子。我感觉门内最近不太对劲儿，准备出去躲躲风头。何以见得？最近2个月，门内百济堂反复来人，将百药园内的灵药灵草都采撷走了。不只是那些100年灵草，连10年、20年的都一扫而空。这可不像是什么好兆头。你跟老夫说，是不是前线战士吃紧？已经到这地步了。师兄恕罪，韩立刚从京城归来，前线战事如何，为师不知。老夫照料着药园多年，一草一木都有你我的心血在其中。与其眼看着他们这样竭泽而渔，还不如一走了之，眼不见为净。韩立，你是个聪明人。这场战事师出无名，无非又是争抢地盘和修炼资源。你看打了这么久，那些元婴老祖没一个出手的，都是我们这些人拼死拼活的。听师兄一句，如果事有危机，一定要找好后路。记着，命是自己的。师兄能与我说这些，足见良苦用心。韩立受教了。人老上了年纪，牢骚话就多。韩师弟福缘深厚，自是不用老夫唠叨。只是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再会。后山有处禁制，里面有些老夫珍藏的药材，本来是留着充饥结丹时用的，就留给你吧。看来你们还挺喜欢这儿。这是血雨之珠，别看现在个头小，将来可了不得。你是没见过他们的家长，
西南十里，白水之畔，赏菊之约，君曾记否？看来我还得去见一个人，你就留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在下韩立，我有黄风谷的升仙令。这块令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登船吧。黄风谷一晃这么多年，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。陈师姐，韩师弟，你终于来了，陪我走走吧。从小，母亲就常带我来此地。在她看来，其他的花再艳丽，都比不上这里的野菊花。只是几年前，她过世之后，我就很少来这里了。师姐，节哀。不妨事，也许这对她也是一种解脱。他是联姻到我陈家来的，大婚之日前，与我父亲从未谋面，之后，也可称得上是相敬如宾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从未真正交过心。韩师弟，是不是觉得师姐作为一个修士，却总想着这些情爱之事，有些太不上进了？师姐说笑了。可惜我们这些世家出身的女子，从出生那一天起，我们的命就不属于自己了。只有日复一日的修炼，为家族争取利益，然后也许在某一天，就会被嫁给一个陌生人，相夫教子，了却残生。陈小姐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如此怯懦？韩师弟，我可能过些时就要嫁人了。对方是秦家的公子，隶属于天阙堡。我虽未见过，但听说是个端正的君子。如今战事正酣，人人自危，
秦家有一处家族秘境，灵气充裕，可供族人修炼避祸。我陈家要与之结盟，共避战乱，所以韩师弟，京城一行看到魏娘和刘师兄，我竟然有些羡慕他们。至少，他们遇到过，相爱过，哪怕最后的结局是永别，也好过。好过郁郁一生，不得自由，抱憾而终。凭什么？他们凭什么让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从未谋面的人？凭什么将全族安危记在我一个女子身上？凭什么把我像一个名贵的物件一样，今天给陆家，明天给秦家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喜欢什么，从来没一树一人心结果，韩师弟，我一直知道你很与众不同，你是不是在计划些什么？你能带我走吗？我们离开这里，无论去哪里都可以。师姐，你要的是自由啊！师弟，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居然还能把持得住，师姐很没面子的。难不成韩师弟是有心上人了？休要拿师弟玩笑了。师弟，承蒙此前数次相救，再次谢过了。师姐好说。对了，韩师弟，之前在京城时就注意到，你老穿旧衣服怎么行啊？怎么说，你也已经是筑基期修士了，还是要注意一下的。我正好给你做了一件，你试试看，合不合身？上面还绘制了京城避水的法阵，谢谢师姐。别客气，以后要是穿坏了告诉师姐，师姐再给你做。可惜接下来就要忙起来了，早知道应该多做几件的。太劳烦师姐了。哦，对了，师姐，这是有养颜效果的丹药，自己炼制的，别嫌弃。只要不是什么奇怪的丹药就行。多谢了，师弟。烟波浩荡，何处是相逢？孑然相思于星空，惘然孤寂如梦。空留断肠人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要走了。你说来年相见落英中，后会有期。烟波浩荡，何处是相逢？师姐，再见了。愿你终有一日能找到你要的自由。
醉卧沙场君莫笑，故来征战几人回呀？哎，今日怎的如此作态？莫不是被人夺舍了？无伤其类罢了，谁没年轻过？看着这些子之辈用命去填沟壑，终究还是有些不忍呐。你这庸人，自是不懂的。哎，你，哎，浮云道友，汉道友，今日当毕其功于一役，早日止邪干戈。洪福代表黄风谷一门上下先行谢过了。啊，几位道友稍歇，且看我灵兽山破敌。那老朽也告辞了，待今日事毕，再与二位方城论战吧。哎，师弟，今日我有点心绪不宁，总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师姐无需担心，此次七派倾其所有，集结于此，胜负应是五五之数。师姐可以在此安心观战。一会儿我带着弟子们去杀他一阵。华远，你自己小心。师姐放心。韩立这小子，应该回到黄风谷了吧？也不说来个信儿报平安。唉，今日无论战况如何，也要护着这几个弟子活下来才是。媚娘，媚娘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
和一个魔道贼子对战，然后……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快走，前线撑不住了。好，来，能走吗？郎君，这里还有2只漏网的小老鼠。娘子高兴就好。2位道友好雅兴，不过可不要耽搁太久，前面还有几条大鱼。原来是凶名赫赫的红粉骷髅前辈，晚辈今日也算不亏了。小辈，还算你有点见识，还不快点欠头名？看在与你师父相熟，老夫饶你2人一命。前辈说笑，晚辈虽学艺不精，但也知晓廉耻。阵前倒戈这种事，请恕晚辈做不出来。媚娘，我会尽力拖他们一个，你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黄风谷清波洞理化园门下4弟子，宋蒙前来领死。没事吧？你为什么不走？靖哥已经不在了，要是你也没了，我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黄风谷清波洞理化园门下7弟子，钟卫娘前来领死。好一对亡命鸳鸯，娘子最喜欢这种戏码了。哼，还是郎君，你懂我。得不到回应的爱，生死相依的痛。这疯婆娘，你爱我，我爱他。哎呀，受不了了！再让妾身多看一会儿啊！如你们所愿，受死吧！还好赶上了。这老赌鬼自己去跟人打架，却让老夫来替他照顾徒弟，当真是悠闲。快走，回去告诉你师傅，这次可算他欠老夫一个人情了。谢师傅。3位道友好兴致啊，在此欺负2个晚辈。浮云老鬼，看你脚步虚浮，想来离幽禁灯窟不远了。今日怕是要葬身此处。郎君，这个老家伙好讨厌啊！人家都看不成戏了，你给我打死他！哼！浮云道友，惹我娘子生气，看来你今日是走不了了。那就看道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
小老头还真的私藏了不少好东西，都是结丹所需丹药方子上的。可惜结丹大道知易行难，多少修士走了一生，也无法成功。我这该死的伪灵根资质，只能用3转重阳功提纯功力，否则怕是结丹无望。好在药草管够，就靠你了。身外化身，煞丹。这书中种种法门，当真是邪门至极。惊龙钟12下，灭门之灾，难道是剑仙出世了？肯定是有大事了吧？是不是剑仙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可敲了12下钟啊，肯定出大事了。我也不知道。不会是金谷园出什么事了吧？看来事情不小啊。哎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呀。快敲呀！这怎么办啊？对啊。众人肃静。惊龙钟响12下，各位想必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。不错，几个时辰以前，由于灵寿山和天阙堡阵前倒戈，联军在金谷园大败，结丹以下折损过半。这一战，我们黄风谷败了。灵寿山、天阙堡，此仇不报，生不为人。我刘师姐怎么样了？谁知道我刘师姐她？先别急，竟然连天阙堡也……怪不得，不知师傅他们怎么样了。可恶！我明明提醒了，都怪此人不信，贻误战机。肃静！听老夫一言。此诚危急存亡之际，但还不是我等灰心丧志之时。当下几位结丹期长老不在，唯有请出太上长老主持大局。对呀，我们还有太上长老、元婴老祖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元婴大能，可移山填海，区区模板不在话下。有请太上长老出手，力挽狂澜。是啊，请太上长老出来。是啊，长老出山，请师祖出手，力挽狂澜。请太上长老出手，力挽狂澜。请太上长老出手，力挽狂澜。笑话！要是元婴大能想出手，只怕早就行动了，又何须等到此刻？大难临头，与其依靠别人，还不如自己想办法。
嘿，是修炼了什么神魂类的功法吗？启禀师祖，晚辈确实修习了一门神魂功法。哎呦，有趣的小子，根基扎实，看来心性胆量也不错。可惜呀，灵根资质太差了。都起来吧，起来吧！这就是元婴修士。若非修炼大隐诀滋养神魂，我竟然连回他的话都做不到。老夫最不喜欢人跪。都起来吧！别把凡人那套东西带到这里来，老夫也不想结你们的因果。怎么回事啊？知道啊。这人是谁啊？老夫就是灵狐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太上长老了。这黄风谷如你们所见，多半是要完了，所以啊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别打扰老夫清修。徒孙无能，请师祖降罪。但是黄风谷数百年基业不能毁于一旦，求老祖垂怜，出手降魔，望狂澜于祈祷啊！太上老祖，出手降魔，出手降魔，出手降魔，万狂澜于祭祷，万狂澜于祭祷。求老祖垂怜，出手降魔呀！求老祖垂怜，求老祖垂怜！混账王八蛋！我凭什么要为你们这帮废物打生打死？老夫就不会听见你们几路人！要我去跟那几个老怪物血拼，我也想啊！可是我打不过呀！打不过就不能出手，你知道吗？元婴对决是小事吗？是巧事吗？会死人的，会死人的！我告诉你们，别想让我为你们去送死，凭什么呀？就凭你们几个磕几个头，叫几声师祖吗？门儿都没有！哎，怎么走了呀？太上长老这是不顾我们了呀？太上长老这是不顾我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黄风谷怎么办呢？是好啊！我们呢？这些元婴老怪，自己置身事外，却让这些低阶弟子去做炮灰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黄风谷要完了，我们快跑吧！哎，诸位莫慌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诸位莫慌，我们还有护山大阵，只要我们上下一心，一定守得住。我钟某人是与黄风谷共存亡。对啊，怎么可以不战而逃？我们还有护山大阵。是与黄风谷共存亡，谁敢当不能逃，一定不同意！杀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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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没办法？这才拖着主持人赶紧走！不行，我们来这吧！这次凶多吉少啊，走还不及了。这些蠢货，收到传音的，若是想活，一刻之后到千机堂中来，过时不候。看来这是被盯上了，当真麻烦。这下想走也走不成了。都是诸阶中期以上修为，看来门内剩下来的精锐都在此了。
师傅，你老人家没事，这太好了。你这小子怎么还盼着师傅出事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就知道师傅神通广大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不过四师兄和七师姐呢？师傅可有见到他们？放心吧，他们俩也还活蹦乱跳着呢。哎，多亏了那家伙，这下欠的人情可还都还不上了。哎，听好了，一会儿的事儿至关重要。为师可是求了好久才求到几个名额的，你可别给我浪费了。老夫不喜欢绕弯子，这儿也没有外人，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，前线已是兵败如山倒，魔道六宗的大军现在正往此处而来，并且放言如若抵抗，一门上下鸡犬不留。这下是没指望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下怎么办？不知道我和风谷就是哪一个自己。师傅，不要动不动就吓人。在场的各位都是门内核心弟子，黄风谷未来1000年基业就系在你等身上。适才太上长老在大殿前演的那出戏，就是为了让那些首鼠两端之人早点现身，这样方能掩人耳目，方便接下来的行动。师叔恕罪，接下来我等该何去何从？请师叔示下。我来替你李师叔回答吧。太上长老此前联络了9国盟的同道，他们应允为咱们提供庇护。接下来，我和李师叔会带你们分批撤离。9国盟，这可是天南数1数2的势力，这下我们有救了。天下哪有白来的好处？寄人篱下，成为附庸，还不是被予取予求？肃静！前期之术，想必你们都已经熟悉了。老夫此次还给你们加了传音术，100里之内可凭气机感应传音通信。只要此灯不灭，老夫就知道你们的行在。不过逃难在外，不比谷内清静，你们都谨慎着点吧。谢师祖赐法，我等必守望相助，不破黄风谷威名。嘿嘿，你个小马屁精，都要逃命了，还什么威名不威名的？哎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等着开饭呢？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！哎，对了，勿要走漏了消息啊！是。师父，必须得去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不能坐以待毙，也不想寄人篱下，确实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少主，这眼下就是黄风谷的境内了。这又是哪根筋不对了？少主，这7大派还真是惨呐！偃月宗闭门不出，清虚门死伤殆尽，只剩3个门派还在负隅顽抗。看来少主一统虚国指日可待呀！
少主，莫非是在担心那个人的事儿？那个什么厉，他不叫厉飞羽，他叫韩立。啥厉？这是黄风谷的弟子名册，这等机密，少主是从何得来？自然是有人给的。哦，可惜这云路老魔等不及了，也派红粉和骷髅去追了。如此一来，此人和死了已经没什么区别。不能亲手将他挫骨扬灰，还真是一大憾事。天凉了，让这黄风谷灭了吧。你看啥？不炸了？难道留给别人啊？黄风谷，这一走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了。韩师侄，魔道先遣队比预想中更快抵达，我们要提前出发了，速速前来。计划有变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见过师伯。他是我的仆人，也有修为，不会碍手碍脚的。东西都收拾妥当了，一时半会儿可回不来了。谢师伯关心，都收拾妥当了。师傅呢？不与我们一道走吗？华元和万鹤要带着另一批弟子稍后撤，不然队伍庞大，容易引人注目。还有那边，都照顾好。众弟子听令，此行凶险，需要穿越魔道地界，如遇妖人，不可恋战。逃脱之后，以千机之术定位，到我们标记好的地点汇合。是。好了，我们出发。韩立，洪福师伯，这次师伯怕是让你失望了吧？明明我和你师父都在，还是被那灵兽山所弃，没能挽回败局。师伯，其实此前韩立无意中得知了灵兽山的计划，告知了中掌门，也曾飞书给师父示警，难道师父没有收到？竟有此事！我和你师父时时都在一起行动，什么都没有收到。难怪。不过师伯，事已至此，再计较这些也是无用了。怪就怪这些贼子太过狡诈。韩立，你果然与众不同。不枉你师父如此器重于你，连太上长老此前都特意交代让我带上你撤离。看来他也对你颇为看好啊。谢师伯。不过，韩立何德何能，竟能入太上长老的法眼？唉，可惜轩儿没有这个福气。
事到如今，我倒是越发后悔了。师伯，前方空影沦陷，若有魔道驻守，该当如何？此物名为风云幡，等会儿就考它了。小心点儿。哎，好。雷师弟，都收拾齐了吗？把东西都放好了。我们是。红拂师姐呢？师兄没接到太上长老传音吗？说让红拂师姐带一部分人先走，你我二人随后出发。当真是太上长老亲自下令？师兄出什么事了吗？不会吧？师兄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确认件事情，你先出发吧，不要等我。弟子李化元参见老祖。哎，来，化元，尝尝我这茶。老祖现在哪有心情喝茶呀？红拂师姐她……敢问老祖，刚才可是那人来过了？化元，你是聪明人，何须此问呢？原来如此，弟子告退。化元，你可还记得入门时我教你的第一课？修为的至高境界，太上忘情，在于灭人欲，在于有舍得，知进退，在于……记得，而且老祖还说过，要是连念头都不得通达，还修个屁的仙！是啊，我说的话多了，可你们听了吗？你们要是听了，还至于被人打上门来吗？老祖教训的是，顾全大局，付出些许代价，让门派传承存续，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，不再寄人篱下。这番谋划，当真是殚精竭虑，神机妙算。弟子自问，绝无可能做到。你可别以为老夫听不出你话中的讽刺之意。弟子绝无此意。不过弟子只是想问老祖一句：今日之事，红拂师姐和我那徒弟是否知情？这个嘛，他们可是被指名要的，应该会理解老夫的吧？既如此，弟子斗胆带老祖去问师姐一句，看看他答不答应。还有我那猎徒，也得把他抓回来，严加管束才是。老祖恕罪，弟子告退。李化元，你给我回来！这一路未免安静的有些过分了。大家小心，此处有古怪。
魔焰门天火之术。快跑！每一滴熔岩滴下，都相当于筑基期修士一击。听我号令，所有人向我靠拢，共同防御。坚持住，有风云帆在，他们发现不了我们的行踪，很快就会离开。快去分头灭火，不要放松警惕。主力是筑基初期，还有个别筑基中期，都是精锐啊。不过最麻烦的，看来是这领头的2人。黄风谷洪福在此，是哪位道友当面？哟，我当是个什么千娇百媚的小娘子呢，原来是个半老徐娘啊！长得嘛，也就那么回事儿，身段嘛，也没什么料，真不知道老祖图他什么。无礼之徒！道友，一见面就打打杀杀的，这个习惯可不好。2个结丹修士，在下来自鬼灵门，别人都叫我骷髅。道友行色匆匆，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身上有浮云子的气息。你说那老道啊，他究竟算是个不错的对手。既如此，此物就交还给道友吧。这位道友，看在你交还固有遗物的份上，适才的冒犯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不过这些弟子我是要带走的，还望道友不要阻拦。郎君，这女人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啊？难道还不知道我们是为何而来？女人，这些小家伙们只是搭头，真正的主菜是你呀！道友，云路老祖有请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至于这些弟子，2派交战，
请恕在下无法让他们离开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战吧。等会儿一动手，马上突围，能跑几个算几个。到千机树标记的地点汇合。道友，请。我陪他们玩玩。快走！可惜道友有伤在身，在下是胜之不武了。废话真多。孩子们，请来陪你们玩玩。大家分头跑，不要太集中。
是黄风谷第1结丹女修，战力非同凡响。看来在下也得出尽全力才行啊！手脚什么的断1、2根也无所谓啊。郎君慢慢陪他玩吧，妾室去抓那几只小老鼠。
国只能护你到此了。我在这里撑着，你带着大家快走。如果能逃出去，就找个地方避祸，不要回黄风谷了。师伯，快走！杨子，可恶！小老鼠们，你们是跑不掉的。这里就是汇合点了。提前出发，走的又是隐秘路线，还有风云帆的掩护，他们究竟是如何发现我们的？敢问，可是李师叔门下的韩立师弟？适才相救，聂某感激不尽。正是在下，这位师兄，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先去。小心！这里为何也有埋伏？这里就是汇合地点，为何还有魔道修士？可恶！我们该怎么办？想活命的，就使出全力吧！不好，赶紧冲过去！这样下去可不行！就没完没了了。总算是赶上了。
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哎，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啊，你洪福师伯和其他人呢？师伯让我们来此地会合，自己留下来与魔道妖人周旋，没想到我们来此处也有埋伏。也真是难为你小子了。来，拿去。这里边是些灵石和资财，你遇到你那几个师兄师姐的时候，替为师分给他们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本书，你自己留着。这里面记载了我的一些心得，等你冲击结丹的时候，再拿出来看啊。谢师父传法。不过，这储物袋中的东西，恕弟子不能带牢。还请师父平安归来之后，亲自交给师兄师姐们。你小子想什么呢？这里边就是一点盘缠，为师我当然要平安归来。好了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结丹修士之间的战斗了。你现在还没法插手，赶紧回去休整疗伤。离开虚国境内，魔道就没办法了。我与你洪福师伯会合后，自会去寻你。师父，你非得去吗？魔道此次行动颇为蹊跷，是在他们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伤到洪福师伯，却处处收手，好像并非想要他性命，只是想将他困在原地。弟子怀疑，他们可能另有所图，还是要小心为上。韩丽啊，你虽入门不久，但聪慧谨慎，又懂得韬光养晦，未来之路兴许比为师走得更远。为师知道此次凶险万分，九死一生，只是为师有非去不可的理由。活得久了，就愈发觉得这世上有些东西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也许到了我这个岁数，你就懂了。这鬼东西，为师替你抹去了。这次算是黄风谷欠你的，去吧。
花园来晚了。韩立他们脱困了吗？那小子放着估计也死不了。望宇给的高级货。一颗2000灵石，就跟吃钱一样。师弟，我也不大，尽快突围去与他们会合。你们这么多人打一个，未免有点太不讲武德了吧？关键是还没打过。来得好，那就都留下吧。邪法不足道。死人头交给你，那妖女我来对付。速战速决。师姐小心。
想到李道友声名不显，本事倒是不弱。哎，打就打，骂什么人？郎君，怎么还没解决这个家伙？再不来，下半辈子你就一个人过吧。娘子，这个杀手，咱们谁要守管还不一定呢。还穿着黄风谷弟子的制服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一眼呐，至少损了几十年的修为，这恶报也来得太快了吧！洪福好徒弟，还有那个狡猾的小子，你们赶紧逃命，可别怨我！谁让你们生在这个见鬼的世道？早点想明白才能活得久。哎，跑喽跑喽！轩儿怎么闷闷不乐的？为父已经依你所求，尽可能放他们一条生路。本当如此，若是生灵涂炭，统治一片焦土，与你们又有何益处？只是没想到短短几年间，物是人非。这黄风谷从此以后也不复存在了。师妹此话说的也对，也不对。其实这山谷一直会在，不复存在的，只是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罢了。哼！晚辈恭喜老祖，终于灭了黄风谷，得偿所愿。想必红粉和骷髅二位前辈那边也快有捷报传来了。别拍马屁了，你的事情我没忘。你想要的那小子，好不了的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。损耗过大，抓紧调息，我们一起收出去。全员结阵，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他们。老祖马上就到。小的们，玩命的时候
给我上！万鹤他们呢？从谷中撤离了吗？老祖应该带着他们离开了。那人和老祖见过面，怕是早就计划好了。你们身上的千机术，反倒成了猎物的标记。我已经替韩立小子抹去了。原来如此，这还真是他的风格。不过用我一个人换黄风谷上下，这买卖不算亏。师姐，你看现在这架势，像不像当年我们出入门去清虚门偷灵草那时候？那会儿他们也出动了好多人来抓我们呢，还有筑基七修士，弄得鸡飞狗跳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当年还有秦师兄、万鹤、望雨他们几个，我们还把浮云子炼的一锅丹药给掀了。听说他后来偷偷哭了好久。这个老家伙。喏，这个给你。刚才那个妖人给的，我猜浮云子还是希望你收着吧。跟他闹了一辈子，最后这点人情，看来是没机会还了。咱们回家。色烟雾擦伤。
你醒了？哼。取婚。不用谢我啊，是魏娘给你包扎治的伤。嗯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这个大个子是谁啊？一言不发的，一直守着你，2天2夜了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宋师兄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嗨，小八，你醒了。七师姐，你们没事啊？真是太好了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灵寿山是预谋已久。海师弟，你的传信可能根本就没有送到师傅手里。可恶的叛徒，总有一天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你伤都没好，逞什么强？再说眼下黄风谷陷落，魔道大肆搜捕7派人士，我们回也回不去啊。宋师兄，你说我之前昏睡了2天2夜。师父和师伯呢？我逃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和魔道贼子战斗。可有他们的消息？疗伤，我先抵挡一阵。无妨，我还能坚持。可恶，没完没了的。又让他溜了吧。速速将他们围住！是。不要放走那个女修。钱钱被开恩，钱钱被开恩。本座自有打算，你在这里待着。
消耗咱们。师弟，你还撑得住吗？老习惯。再打下去，你可真要成官夫了。娘子，娘子，此人是老祖至亲，再往后的事，咱们也管不了了。跟我回去。师弟，你先走。你要跟他走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心里的想法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事已至此，无非是一死而已。放心，死不了。黄风谷清波洞理化园，有请云路老祖赐教。你就是理化园，黄风谷也灭了，灵狐也逃了。看在你忠心护卫的份上，给你一个机会。本座与那灵狐有约，洪福留下，旁人退去。不退。堂堂元婴修士，竟不敢与我一战？难道你还真想和本座较量一番不成？故所愿耳。不过，咱们实力悬殊，你可得要点脸。所以，只要我能逼得你出手，便算是我赢了。到时候，你就得放我们走。师弟，哼，不自量力。没事吧？没事。
本座出手都做不到，本座的耐心是有限的。爹，停手吧，不要再打了。轩儿，李师叔，不要再打了，师父不会有事的，你快点停手治伤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是轩儿啊，你还是穿原来的衣服好看些。从前啊，有个糟老头子，在我入门的第一天，教给了我一个道理。他说，活在这个世上，弱者就该低眉顺眼，强者才能予取予求。不管是权力、地位、力量，哪怕是别人的人生，只要想要，全都可以抢过来。他说，这就是这个世道的法则铁律。想要活得久，就必须明白这一点。不过，要是这世道都是这样，还有什么意思？不要！
修士何喜一战？我读得到，你是念头通达。无论我出手与否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哦，你就是梨花园师弟，我叫洪福，以后就是你的师姐了。师姐，咱们是不是自由了？咱们回家吧。师弟，咱们回家。闹够了吗？闹够了便回来吧。师父，和我们一起走吧。师叔他不在了。轩儿，你长大了，以后的路自己走吧。走，师弟，我带你回家。回哪里去？黄风谷都不在了。少主，咱还追吗？追什么追？收队。是。
化缘，你什么意思？是老夫做错了吗？去吧，都去吧。以后你们的死活都与我无关了。师父，想来他去找洪福师伯之时，已是忙了死之。宋师兄，这是师父托我保管的，让我遇到你们的时候转交。现在算是平安送达了。海师弟，师父的意思应该是，这里也有你一份的。我已经拿到我的那一份了，是师父特地备注好的。剩下的这些，都是些灵石和丹药。接下来，你们若是还要留在此地对抗魔道，应该会比我更需要这些。海师弟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你也不准备去和黄风谷的人会合了吗？临别时，师父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便是将我身上的千机之术抹去。回想起来，魔道那些人从头到尾都对我们的行程了如指掌，所以即使他什么都没说，我也全都明白了。只是可怜那些死去的黄风谷弟子，他们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成了交易的筹码。而我呢，也不想再做别人的妻子了。是时候换个活法了。禀师祖，少战传来消息确认，昨日黄风谷陷于魔道之手。伤亡情形如何？可有确切消息？灵狐老祖好像带领核心弟子撤离，但结丹修士李焕元战死，洪福修士出走，可以说是元气大伤了。吕道有言，没想到才数月不见，已是天人永隔。那些筑基和炼气系的弟子怎么样了？有些伤亡，
他们是分批撤离的，其中有一组是洪福修士带领的，但遇到魔道伏击，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。你说，全军覆没，没有生还者？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另外，我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，这期间没有我的准许，任何人不得出入我的房间。是，师祖。哈利，你可别这么轻易就死了。长老，此人也是筑基初期修士。阁下与这齐云霄是什么关系？为何为难我这侄儿？只是他的顾客，找他取货。你又是何人？阁下既然不是齐家的人，为何要与我傅家作对？傅家？阁下既然不是齐家的人，为何要与我傅家作对？傅家？我与两位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赶尽杀绝？看来那件事到底还是走漏了风声啊！久仰元武国第一修仙世家大名，原来尊驾是傅家之人，适才还以为是遇到了劫匪，多有得罪，恕罪，恕罪。知道就好。要是连这姓齐的都治不了，我傅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阁下既然已经知晓其中厉害，还请速速离去吧。这是自然，只是听闻这姓齐的为人狡猾，平时就藏头露尾的。尊驾只有2人，是否有些人手不足？在下可有能效劳之处？那小子修为低微，我们2个绰绰有余了，不劳阁下费心啊。哦，只有你们2人，那就好。不好，他是筑基中体，快跑！没想到齐云霄遭此变故，这傅家人做事也太霸道了。明明是他们见财起意在前，竟然还追杀上门来了。若是齐云霄没死，一定会去找辛如音。幸好之前留了印记。
如茵姑娘，韩某到访。颠倒五行阵，怪不得傅家人闯不进来，看来是这里没错了。信如茵给韩前辈见礼了。大敌当前，如茵未能出营，还请韩前辈见谅。如茵姑娘，不必多礼。前辈请随我来。七兄弟他，如茵姑娘，节哀。夫君他被傅家追杀，逃到这里时已重伤难治，不久便去了。如茵姑娘是在唤七兄弟夫君，难道你们已经成婚了？未曾成亲，然情深难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如茵自愿为夫君守灵。啊，韩前辈来此，是为了那股传送阵之事吧？啊，此事稍后再说，不迟。传送阵我修复的差不多了，再有几日即可彻底完工。除了传送阵，我还有2样东西想要送给韩前辈。这是？此匣之内是齐大哥家传的炼器心得和他收藏的一些炼器典籍，另一些则是我在阵法方面的所有著述，还有一些市面上罕见的阵法道书。我希望前辈能够收下这些东西。无功不受禄，如茵姑娘有何见教？我想要前辈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韩前辈若有一天进入结丹期，希望前辈可以替我夫妇向着傅家人讨还公道。如茵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，但实在是别无他法。这元武国苦傅家久矣，
巧取豪夺、恃强凌弱之事，他们做的太多了。此次齐大哥出事，也都是因了要给妾身治病而起。若是不为他讨还公道，如因无颜在九泉之下与他相见。如茵姑娘，你的气色看起来不太对劲，让我帮你把下脉吧。气脉枯损，药石难救。照这样下去，可能撑不过2载。如茵姑娘，没想到这龙吟之士如此霸道。若非如此，如茵也不会出此下策。韩前辈是齐大哥生前唯一信任的修行者，如茵也唯有将此心愿托付。不过这傅家势力盘根错节，绝非易语。韩前辈入结丹期之前，自是不必强出头。既如此，韩某可以给如茵姑娘一个承诺，我会在能力足够的时候，出手为你们2位讨回公道。得韩前辈一诺足矣，这样，如茵也可以安心去陪先夫了。韩前辈，请受如茵一礼。看来以后少不得要去傅家走上一趟了，不为别的，只当为了这苦命夫妻2人的一片至诚了。如茵姑娘，这是韩某自己炼制的丹药，有助平复受损的经脉。虽然无力回天，但是也可以减轻一些经脉灼烧之痛。望如茵姑娘不要嫌弃。多谢韩前辈。黄风谷，待到今年枫叶红时，这些战火的痕迹恐怕也会消失了。这里已经被魔道占领了，还是得小心行事，找找那家伙留没留下什么线索吧。师姐，这里是化元师弟刚入门时，我们几人常来采药倾谈之处。他这个人最念旧，如今回到这里，想必心里也是欢喜的。以后又少了个可以一起饮酒的朋友。偃月宗的醉仙露是他最喜欢的佳酿。师姐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听闻黄风谷众人已经去了九魂盟。我现在就是一介散修，
魔道也好，黄风谷也罢，那些旧事与我再无瓜葛。只是答应过化元师弟，他的几名弟子，我总是要照拂一二的。现在最得他器重的小徒弟韩立下落不明，我准备前去寻访一番。啊，那个韩什么的，就是那个看上去有点呆，但是实际上很有心机的小子吧？之前去京城，他还乘了我的船。原来师妹也见过他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的是。这孩子看上去相貌平平，资质一般，但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，运势也极好。之前轩儿和他一起去燕家堡，回来后就对他念念不忘，我一度还担心，别成了他的心魔。哦，还有这回事啊！看来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不过都是些小儿女间的事罢了，现在说这些也已经无济于事了。只希望这小子像往常一样，能有保命的手段吧。既然是李师兄的愿望，不如我也帮师姐找找吧。眼下宗门正在和魔道议和，战况相持，我也没有其他事好做。这点小事不敢劳烦师妹。现在虽然战事稍歇，但魔道依然猖獗。师妹的本领我自是知道的，但毕竟你旧伤未愈，还是要多加小心才好。师姐不必担心，我自会谨慎行事的。此人去向何处，可有线索？之前化元师弟的弟子宋蒙和钟卫娘曾见过他，说韩立提起过要去元武国。元武国？此处已是魔道腹地，远离前线，戒备不算太严。看来那传送阵还未被发现。
这位好像是偃月宗的南宫前辈，是师父和李师叔的朋友。前辈受伤如此之重，还能重创鬼老，不愧是偃月宗的高人啊！都是因为一路找韩立这小子，可恶！他倒是燕家堡就地做什么？小辈，你们穷追不舍，真的要找死吗？前辈言重了，这要是放在平日，晚辈自是不敢。但前辈今日来的，可是我鬼灵门腹地，想必是有要事。不如请前辈到门中喝杯茶，说给家父听听，也好让晚辈略尽地主之谊。哼，没兴趣，没心情，没时间。不想死的，就赶快滚！可惜前辈身上有伤，那就劳烦两位护法大人了。这个女的好像在哪儿见过呀？难道是那时的？哼哼，上钩了，是条大鱼。不会吧？那个是炼气期，这个可是结丹期的怪物，而且还涉及那个人。还是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趁此机会，带上一半的人，穿过树林，到前方山崖包抄，断他退路。是。我也去。是他，南宫婉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可恶！明明已经近在咫尺了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。活得久了，就愈发觉得，这世上有些东西，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罢了罢了，算我欠你的。去换，等我。
晚辈是黄风谷侯府的弟子董轩儿，见过师叔。董师侄，你怎么和这些魔道妖人在一起？啊，说来话长，师叔还是请随我们走吧，只要能解开此次误会就好。现在贵派正与六宗和谈，轩儿可以保证师叔的安全。哼，所谓和谈，不过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正邪不两立，魔道为了一己之私祸乱天下，侵人家园。我平素虽不喜争斗，但那些好友同道们的仇，却不能不理。今日在此了结吧。前辈的本命法宝已经受损，这剑招虽厉害，也很消耗真元吧？我们这么多人，前辈砍得过来吗？这又疯了，那是要人拿命去填呢。且慢！这位仁兄好手段啊！竟然不声不响地潜伏在我这不成器部下的队伍里，阴魂不散呢，怎么到哪里都有他？这位前辈，在下与此人有些渊源，不便应对，劳烦前辈与他应对。竟然是他，我可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来找他的，这太羞耻了。好，让这些人都给我让开！轩儿师妹，平日里碰上七派余孽，你避之不及，从不出手。我说今日怎么如此积极莽撞？难不成你是有意被人挟持？王禅，你胡说什么？幸亏少主机灵，险些让小姐骗了过去。好了，闹也闹够了。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等抓到这人，一查便知。这位前辈，还有这位不愿真面目示人的朋友，你们就死心吧。此人狡诈，不好对付，只能分头跑了。他们的目标是前辈，还请前辈先走。我带着这位师妹，他们不敢怎么样的。筑基期不善遁法，你可有逃生之道？向西南方跑，那几个修士是合欢宗门人，他们不敢伤我。得罪了，给我拿下！是。